在推进城监狱的最深层，关押着许多悬赏金上亿的怪物。火拳艾斯和前王下七武海海峡慎平就是其中之二。狱卒兽例行来查点人数，看这个叫慎平的蓝胖子不太爽，上去就是一锤子。慎平轻蔑地说：“根本就是不痛不痒。”如果说这个大海中有什么人能够贯彻义气二字，慎平当属其中的首列。这个看上去有些凶恶的鲸鲨鱼人是鱼人海贼团船长，悬赏金有2亿5千万贝利。因为不想与白胡子海贼团开战，而大闹海军总部，被关进了推进城最深层。另一边，监狱方面终于迟钝地发觉到那只蛇头鸡被干掉了。路飞和巴基 M233 人依旧在 Level 2逍遥法外，疯狂乱窜。然而监狱警卫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跟着路飞大闹推进城的人正在逐渐增加。Level 2的怪兽们比狱卒要反应更快速一些，一大群的怪兽在监狱长廊里疯狂追杀3人，3人回头一起反击，没想到这些怪兽反而数量激增，更疯狂地追了上来。巴基还想用点小计谋引开怪兽们，3人藏身在天花板，巴基用自己的双脚在其他地方制造声音，吸引怪兽们过去，这样3人就可以趁机溜走。没想到很快就被怪物们识破，一起又追了上来。这群怪兽中有一张长着人脸的狮子，据说是怪兽们的首领。虽然看上去很蠢，其实凶恶无比。如果被他抓住，基本上就是尸骨无存。M23本来以为跟着路飞和巴基能够成功越狱，没想到路飞是想去监狱底层去救大哥。本来 M23想直接和路飞说拜拜的，可是转念又一想，完全可以利用路飞和巴基引开狱卒和监狱怪兽，自己再偷偷溜走。M23这样计划着，就加入到了路飞营救艾斯的队伍中了。3人赶到通往 Level 3的楼梯，这里有一个更加巨大的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。这个怪兽不仅身形巨大，而且奇丑无比。其他的怪兽看见他以后纷纷逃走。丑狮子看见路飞3人后，直接咆哮着冲了过来。路飞3人只好尖叫着往回跑去。路飞想给这个怪兽一击，可没想到这个庞然大物十分耐打，路飞一招下去根本没破防。而趁着怪兽袭击路飞， M23和巴基商量着甩掉路飞越狱逃走。这时人脸狮身怪物攻了过来， M23上前用蜡烛变出无数个蜡像分身，成功蒙骗了这个头脑简单的怪兽。结果这个巨型怪兽玩的兴起，将整个 Level 2的地板踏碎，3人随着怪兽一起坠向了 Level 3。说起慎平和白胡子的缘分，要从慎平的老家渔人岛说起。渔人岛位于伟大航路的枢纽地带，海贼们要想进入新世界，就必须要从渔人岛经过。一度以来，渔人岛一直处于混乱贫瘠的状态，三教九流泛滥，大量人鱼被拐卖，渔人岛的人们根本没有安宁的生活。而改善了渔人岛这种糟糕现状的人就是白胡子。当白胡子旗帜插在渔人岛时，渔人岛就此宣布有了靠山，有了强大的四皇白胡子海贼团罩着。从此人类的海贼再也不敢打渔人岛的主意，渔人们的生活终于趋于安稳平静。慎平一直对白胡子十分感激。这一次世界政府针对白胡子召集七武海，慎平立刻拒绝了召集令。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白胡子的名声太大，他的存在从某一方面来说遏制了很多地区的动乱，包括渔人岛。如果白胡子死了，这个世界将重回混乱时代。慎平拼尽一切力量，就算失去七武海的生命，甚至是自己的性命，他也想阻止这场战争。所以他打算将艾斯救出去，阻止海军和白胡子海贼团开战。有人想让白胡子活着，有人就想让白胡子死。同一层的要犯当中还关押一大群如克洛克达尔这样的邪恶之徒，他们巴不得白胡子赶紧死去。整个世界陷入混乱，凡人们激动地在监狱中跳跃起来，恨不得赶紧从推进城出去，取下白胡子首级。Level 2因为巴基将囚犯们的监牢全部打开，路飞3人也将怪物首领斯芬克斯带去了 Level 3。犯人们再也无所顾忌，集体冲出牢房，在 Level 2开始了暴动。战国得知这个消息都气疯了。为什么卡普特孙子总是跟震惊世界的大事件扯上关系？先是之前大闹司法岛对世界政府宣战，接着又在香波地群岛对天龙人大打出手，引来海军大将。这次又闯入戒备森严的推进城，而且还引发一系列的监狱暴动，简直就是前所未闻。战国很好奇，七武海雄明明报告说将草帽团都歼灭了，难道他把海军给耍了？最主要的是卡普居然满不在乎，而且还幸灾乐祸的哈哈大笑。战国气的抢过卡普的零食，全部倒进嘴里。这里是 Level 3饥饿地狱，一眼望去一片沙漠。由于 Level 4灼烧监狱的原因，热气涌上 Level 3，因此这里也是酷热难耐，既没有水也没有食物，囚犯们全部都是半死不活的状态，甚至有的牢房就只剩下一片白骨。如果不赶紧离开这里，很快路飞3人也会变成一堆白骨的。
巴基吓得瑟瑟发抖。路飞一边啃食一只被热死的鸟，一边向楼梯走去。他想赶快到达 Level 4，这样就离艾斯又近了一步。不过，由于他们在上一层的大骚动早就被狱卒们注意到了，狱卒们在这一层设下层层埋伏，瞧准时机拉动机关，一个巨大的网从沙子中突然出现，将路飞三人连同晕倒的狮身人面怪兽一起稳稳地抓了起来。狱组长萨鲁带着一大群的狱卒和蓝猩猩围拢过来，准备将路飞他们铐走。这时候，狮身人面怪兽突然惊醒，挣扎着将网撕破。路飞跳出来后，拔腿就跑。萨鲁命令一群蓝猩猩围住路飞，路飞一招机关枪将他们全部放倒。巴基和 M23趁着路飞和蓝猩猩们脱欧的空隙，直接爬到了上面的吊桥，准备溜走。可是这一望无际的沙漠，就算是甩开了狱卒和蓝猩猩，也根本没处躲藏，早晚要被热死。M23和巴基躲在吊桥上，热得直喘粗气。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歌声，这种恶劣的环境，光活着都很艰难了，是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心情载歌载舞？看到这个影子，大家也能想到了，这个人就是和路飞有着深厚友谊的人妖 M22冯克雷。巴基很好奇，一定要见一见这个唱歌的奇葩是谁。他和 M23顺着歌声来到一个监牢门口，看到了十分神经质的小冯。M23苦涩地说：“还是别把他放出来了吧。”不过 M23念有和小冯的旧交情，还是打开了小冯的手铐。小冯恢复自由身，听说路飞要跑去下一层救哥哥，他立刻跳着舞赶过去。狱卒和蓝猩猩的数量太多，路飞没有时间与他们纠缠。趁狮身人面怪兽发飙，路飞赶紧跳出人群开溜。但是这种灼热的温度，越往前跑，路飞就明显感觉越是吃力。但是一想到这样一路狂奔下去就能救出艾斯，路飞瞬间充满力量，咆哮着冲下楼梯。推进城外面，海军本部特意出动了一个狮子部队前来围剿入侵者路飞。推进城这边也没闲着，直接派出了狱组长拷问女王小萨蒂。路飞本想偷偷潜入，现在却成了众矢之的，恐怕之后的路会越走越坎坷。为了防止路飞和其他犯人越狱，推进城进入了完全封锁状态。现在就算是路飞他们救出艾斯，也无处可逃。整个海底监狱已经成为了一个完全密室。监狱底层，汉乌克在麦哲伦和汉尼拔的带领下，终于见到了路飞的大哥艾斯，这个让路飞舍命来营救的男人。艾斯和慎平看到汉乌克，除了莫名其妙，就是没有什么表情。但是监狱中其他的犯人看到女帝就受不了了，一边说着下流的言语，一边言语激烈的挑衅麦哲伦，要求他把女帝交给他们。麦哲伦忍无可忍，要知道麦哲伦也是喜欢女帝的。1个小时之前，麦哲伦不小心口吐芬芳，散发毒气，女帝直接把他踩在脚下，并霸气的说道：“你这混蛋！”然后麦哲伦就被沦陷了。敢说女帝的坏话，麦哲伦直接爆发果实能力，毒龙，数只紫色的毒龙冲向左右的监牢，将领的囚徒们从刚刚轻浮的言语变成了凄惨的尖叫。汉库克则趁着一片嘈杂混乱，悄悄地告诉艾斯，路飞已经来到了推进城，救他来了。艾斯顿时惊到，完全说不出话来。路飞实在是太乱来了，的确是太乱来了。现在的路飞已经在莱欧斯瑞完全迷路了，他越跑越热，热得几乎没有力气了。前面有一群狱警等着他，看到路飞后，他们立刻开枪发射海漏式捕捉网。路飞很勉强地躲开后，那头狮身人面的怪物又扑了上来，将路飞按在爪下。路飞现在连挣扎的力气都用尽了，狮子则张开血盆大口向路飞咬过来。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传来。路飞一看，这家伙不是索隆吗？他怎么迷路迷到推进城来了？索隆没做解释，从台阶上跳下来一个飞踹，将狮子踢飞。路飞再一听这人的声音，根本不是索隆，但是声音和舞姿都那么熟悉。等他看清来者的脸后，露出了惊喜的笑容，原来是小冯。二人相拥而泣，紧接着一起合力打倒了人脸狮子和其他狱警。狱组长萨鲁带着蓝猩猩赶来支援，小冯轻蔑一笑，听说路飞要去 Level 5，正好我也想去见个人，我们就一起去吧。路飞和小冯一起配合，将所有的蓝猩猩清理干净。麦哲伦送走了汉库克，然后对着手下大发雷霆。汉尼拔日常甩锅，将所有的责任推到了麦哲伦的身上。此时，狱组长小萨蒂带着监狱兽来到麦哲伦的办公室。麦哲伦安排了一只监狱兽在莱欧斯瑞围堵路飞和小冯，自己则在莱欧4等着他们。如果他们赶过来，就让他们全部就地处刑。监狱最强的男人麦哲伦真的怒了。路飞和小冯正向着楼梯的方向飞奔，迎面却撞见了一头骑着狼牙棒的蠢牛狱卒兽。牛头人大哥虽然他看上去很迟钝，但是行动十分迅速，而且是一种冷酷无情，把犯人当垃圾的恐怖生物。小冯刚对路飞介绍完牛头人的情况，牛头人就冲上去一棒子将小冯干翻。牛头人按住小冯的脑袋，狠砸在地面上，接着将小冯紧紧卡住，一棒子抡下去。小冯这下以为自己肯定是 GG 了，一边的路飞开启二档，瞬间爆发出喷漆火箭炮，将牛头人打出了100米开外，暂时摆脱了狱卒兽。路飞准备继续寻找 Level 4的入口，小冯告诉他，其实想去 Level 4十分简单。二人跳上头顶的一堵墙，一股逼人的热浪迎面袭来。
路飞顶着热浪向下一看，下面是熊熊燃烧的火焰和不断上腾的烟雾，这里就是 Level 4灼烧地狱了。整层监狱就一口巨大的铁锅和不断翻涌的沸腾的血池，还有不断燃烧的火海。小冯告诉路飞，自己要到 Level 5去见一位久仰其大名的人妖之王。路飞听完啧啧感叹，原来在这个世界上人妖还有王国呀。这时巴基和 M23尖叫着向他们跑来，后面跟着狱卒兽、牛头人。路飞和小冯一看，只好一起跟着跑了。路飞心想，这么跑下去早晚得脱水而死，还不如搏一搏，于是打算用特制的巴基炮弹将狱卒兽干掉。这可是一颗曾经让路飞陷入危机中的恐怖武器。巴基直接转身发射，没想到这小炮弹威力巨大，直接将牛头人炸翻。但牛头人的护甲很高，挣扎一会儿又站起身来。小冯跳起来对着牛头人的脑袋补上一脚，路飞则利用 M23的蜡烛做武器护手，一个回旋拳终于将牛头人打倒。此时离艾斯的公开处刑还有29个小时，路飞等人经过刚刚的战斗，成功的将脚下这块地面砖给毁坏，4人随着地面砖一起掉在了 Level 4。可怜巴基和 M23本来一心想往上爬，结果却离出口越来越远。在 Level 4，麦哲伦躲在自己的移动小厕所里，与汉尼拔和几名狱卒兽守在 Level 4的入口处等着路飞。狱卒兽除了那只牛头人，还有3只实力与其相仿的家伙：斑马、犀牛和考拉。即便不用麦哲伦亲自动手，单单这3只狱卒兽就够路飞4人打一阵子了。无数中将将汉沃克送回军舰，军舰准备起航前往海军本部。这时候属下来报，新世界发生动荡，四皇凯多本想讨伐白胡子，红发为阻止凯多与其发生冲突。目前不稳定的因素很多，如果再有一个四皇卷入，海军本部将很难抵抗。而且从目前来看，海军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顾及四皇的冲突了，当务之急就是全力对抗白胡子海贼团，这将是一场注定要铭记于史册的超级大战。麦哲伦正在全力拉肚子，属下来报，路飞4人已经顺着通风塔掉到了 Level 4，不过却幸运的没有直接掉进血池当中。麦哲伦紧急部署了战术，汉尼拔负责守在通往 Level 3的楼梯处，小萨蒂和狱卒兽负责把守通向5楼的楼梯，而追杀的任务就留给自己和其他狱卒。不过在那之前，麦哲伦首先躲进厕所里，先方便一下。Level 4的天桥上，脚下的砖头烫得根本没法站住脚。路飞靠着灵敏的嗅觉，迅速找到了厨房的位置，冲着厨房方向飞奔而去。小冯紧随其后。不过在前面迎接路飞的是一大队的狱卒，路飞对食物的执着瞬间提升战斗力，2招就将狱卒们扫光。身后的小冯也立刻跟了上来，用出人妖拳法将剩下的狱卒摆平。麦哲伦正在全力拉肚子呢，可是属下们却一个接着一个的来报道坏消息。前去迎战路飞的队伍正逐个被团灭，麦哲伦火冒三丈，再也无法专心拉肚子，瞪圆了眼睛从移动厕所里走出来，准备亲自赶过去会一会这个强悍的新人海贼。巴基和 M23日常躲在后面。M23告诉巴基，现在 Level 4明显就是个圈套，越来越多的狱卒正在向 Level 4聚拢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他们也将被困死在这里，出不去了。这一轮的兵力目前看来很难预测，不过有可能狱警方面为了平息混乱，麦哲伦监狱长会亲自出面。如果麦哲伦出现在 Level 4，那么一切就都完蛋了，没有人可以从他的毒龙逃走。路飞在桥上打飞了一茬又一茬的狱卒，然后继续狂奔。突然，一坨莫名其妙的紫色液体从上面滴落，路飞一个急刹车，抬头一看，当场愣住。他虽然不认识麦哲伦，但是这个装饰和散发出来的气场，路飞当场折服。这就是让整个监狱闻风丧胆的男人，监狱长麦哲伦。我是监狱长，咱们下期见。